白鹿2026塌房真相，李雪琴综艺冷脸背后的舆论围剿战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2026年对白鹿来说堪称水逆。当她在《你好星期六》的舞台上与李雪琴同框时，谁也没想到这期好六书院毕业典礼会演变成一场舆论风暴。向来以心大著称的李雪琴，在节目最后冷着脸对白鹿说：“白鹿，你们队已经拿得够多了。”全场瞬间安静了几秒。一个大大咧咧的东北姑娘能说出这种话，这得多憋屈。节目组原本设计了公主营救的主线剧情，白鹿身着浅薄荷绿吊带纱裙，被3位男嘉宾众星捧月，而李雪琴则分到卧底解谜的支线任务。白色分体式套裙的她站在白鹿身边，被网友调侃公主旁边站着一个书童。游戏环节中，白鹿对2个卧底比真新人还卖力气，李雪琴队的卧底却连装都懒得装。丁程鑫甚至直接问：“公主必须要救出来吗？”李雪琴嘴上笑着回应，眼里却没了笑意。这期节目播出后，李雪琴粉丝的愤怒如潮水般涌来。但仔细想想，这真的只是一次综艺节目中的小摩擦吗？还是说，这不过是2026年以来白鹿遭遇的一系列争议中最新也最显眼的那一环？时间线回溯2026，塌房进行时，一切要从5个月前说起。2026年5月，《奔跑吧》节目播出后，一段画面被单独剪辑传播。海上接力赛中，白鹿对完成高强度游泳的嘉宾说：“你们真的觉得累吗？我只觉得晒，一点都不累。”后半句“快去补水，别中暑”在传播中被剪掉。另一段是顶碗答题游戏中，他拿水瓢径直泼向躺在地上的李晨脸部，李晨猝不及防被呛咳。这2段画面迅速发酵，白鹿被批评不尊重前辈，玩闹过度。更致命的是，他在节目中多次调侃李晨和郑恺是团魂很燃的老人家。79年出生的李晨和86年的郑恺，在面对94年的白鹿时，这种基于年龄和资历的调侃被解读为没大没小。事件发酵后，白鹿抖音账号近30天累计掉粉接近100万，从约3816万跌至3737万。紧接着是6月，更猛烈的风暴来袭，网络上开始流传关于白鹿学历造假的说法，有人称他伪造学历，还因此违规评上3级演员职称。事实是，白鹿本名白梦妍，毕业于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旅游商贸分院，专业是旅游英语，属于5年一贯制全日制大专，2010年入学，2015年毕业。问题出在学校官网不同时期的校友介绍信息出现了差异，早期版本写的是2013年毕业，后续更新又变成2015年毕业。正是这一处时间上的出入，被部分舆论无限放大。6月12日，白鹿工作室发布声明，一口气列出6条辟谣内容，从所谓的学历造假，到职称评审违规，再到私人恋情传闻以及各类工作相关的无端猜测，明确表示已经完成证据固定，并将依法对恶意造谣的账号提起诉讼。律所公开白鹿启动名誉维权诉讼程序公告，起诉了61个涉嫌侵权的账号。然而声明发布后，舆论并未平息，不少网友提出另一种质疑，与其反复发律师函，不如直接公开学信网记录或职称评审材料，用更直观的方式回应争议。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环境中，公众更期待的是一锤定音式的透明解释，而不是不断升级的法律回应。就在学历争议尚未完全平息之时，你好星期六的播出让矛盾再次升级。李雪琴粉丝的愤怒，节目中的尴尬互动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发酵，3起事件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，形成了叠加效应。公众对白鹿的观感从曾经的小太阳逐渐转向争议体质，那个笑容灿烂的女孩，
似乎正在舆论场中迷失方向。形象解构直爽人设的双刃剑效应。曾几何时，白鹿凭借直爽搞笑女人设迅速圈粉，在综艺里放得开，在采访中敢说话，这种不装的特质让她在同期小花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极高的路人接纳度。观众喜欢看她毫无包袱的大笑，喜欢她与其他嘉宾自然互动时流露的真性情。然而，当一个人站上顶流之位，聚光灯的亮度会放大一切。在顶流关注度下，直爽言行开始被置于显微镜下反复审视。泼水游戏中的动作被解读为湿度，调侃前辈的玩笑被解读为越界，综艺中的主动争取被解读为霸道。真性情与分寸感之间的边界，在公众认知中变得模糊不清。更复杂的是，当直爽多次与争议挂钩时，其人设便开始从圈粉戾气转变为公众审视的焦点。每一次争议发生后，粉丝的维护与路人的反感形成拉锯战。支持者认为这是恶意剪辑、断章取义，反对者则认定本性暴露、缺乏教养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白鹿的直爽人设成了双刃剑，既能快速建立亲近感，也容易在舆论场中划伤自己。值得玩味的是，2024年之后，内娱的性别舆论场经历了剧烈位移。娘不再是性格描述，成了价值判断；像男人不再是爽朗，成了对女性气质的背叛。风向变了，白鹿还没来得及换剧本，她那些曾经被赞为豪爽的言行，在新的舆论环境中被重新解读、重新定义。危机应对评估声明为何难熄火？面对接二连三的争议，白鹿团队的应对策略值得深思。在学历造假风波中，工作室选择了最传统的辟谣方式，发布声明，启动法律程序。从程序上看，这无可指摘；从效果上看，却未能完全扭转舆论。声明本身被部分网友只为避重就轻。当公众期待看到学信网截图、毕业证书照片时，得到的是一份措辞严谨的法律文书。在情绪化的舆论场中，理性声明的传播力往往不及一张截图、一段视频。更重要的是，过往争议已经消耗了信任信用。当一个人被贴上争议标签后，他的任何解释都可能被质疑动机。对比其他艺人的危机处理案例，成功的往往具备几个共同点：回应速度快，态度诚恳，证据直观，后续行动一致。而在白鹿的案例中，时间差让谣言有了发酵空间，法律化的回应方式拉开了与公众的情感距离，缺乏可视化证据让质疑声难以平息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，顶流团队的危机公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信息传播的速度远超以往，一个片段可以在几小时内登上热搜，公众的耐心越来越有限，等待官方回应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，情绪化讨论往往压倒理性分析，事实核查在传播链条中处于末端。行业生态观察风暴眼中的合谋与博弈。白鹿的争议从来不是孤立事件，在激烈竞争的内娱生态中，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、被利用、被转化为攻击武器。对家团队的隐性打击是行业中心照不宣的秘密。当一位顶流艺人出现争议时，竞争对手的团队往往会顺势而为，不直接下场，但通过第三方渠道放大负面声音，在相关话题下引导讨论方向。这种操作难以取证，却效果显著。黑粉的推波助澜同样不可忽视。在有争议事件中，黑粉会制造话题，恶意解读，扩大攻击面。他们可能并非对家粉丝，只是单纯不喜欢某位艺人，或是享受踩人带来的快感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这种非理性参与能够迅速形成规模效应。营销号则扮演了流量杠杆的角色。为追求点击率和讨论度，营销号会截取最具争议性的片段，
配上煽动性标题，制造对立话题，带动节奏。他们不关心真相，只关心流量。在泼水李晨事件中，完整的原画面里，白鹿说完我知觉的晒，紧接着就关心身边嘉宾快去补水别中暑，但这段关心被恶意剪辑淹没，取而代之的是不食人间疾苦的傲慢艺人形象。对加线索、黑粉行动、营销号扩散，这三者在特定事件中形成无形的舆论战链条。当白鹿在《你好星期六》中与李雪琴互动时，这个链条便开始运转，片段被截取，解读被扭曲，话题被制造，情绪被煽动，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被多重力量塑造的争议白鹿，而非真实的、完整的白鹿。最新动态追踪维权之后，风向改变了吗？6月中旬，白鹿方启动名誉权维权诉讼程序，一口气起诉了61个涉嫌侵权的账号。律师事务所已经把各个平台上侵权账号的证据全部固定下来，接下来等法院要求平台披露实名信息之后，还会继续追责。按照维权的要求，所有造谣者都需要公开赔礼道歉，还要赔偿对应的损失。这场维权行动力度不小，不是随便发个声明警告一下就完事，而是直接走法律程序。其中排在第一批被起诉的，就包括最先公开点名引爆舆论的编剧蒙奇奇，相关的立案材料也已经全部递交给法院。与此同时，白鹿主演的新剧《茉莉》正在热播，剧中她饰演的叶梨角色热度突破 4.38 亿，超越迪丽热巴白日提灯中赫思慕此前的纪录，登顶2026年腾讯视频角色热度总榜及女性角色榜首位。该剧站内热度已突破28000，创下开播以来新高，粉丝云包场规模超过30万座，相关投入累计逾1300万。数据依然亮眼，但舆论场的态势却更加复杂。支持者更加坚定，他们认为白鹿是恶意攻击的受害者，维权行动大快人心；反对者更加隐蔽，从公开批评转向私下讨论；路人则更加观望，在真相与谣言之间摇摆不定。你好星期六争议的长期影响仍在持续，每一条相关视频的评论区都能看到两极分化的讨论，每一次白鹿的公开露面都会被重新审视。那个曾经凭借直爽圈粉的女孩，如今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在顶流的位置上，真性情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。困局与出路，顶流女星的生存法则之问。回顾白鹿2026年的舆论危机，这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结果。个人言行中的边界模糊，团队危机应对的策略选择，粉丝文化中的非理性维护，行业竞争中的隐性攻击，多重因素交织，将偶然事件演变为持续的舆论风暴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这一连串负面究竟是因为有人刻意黑他，还是自身言行确有不当？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娱乐圈对女性艺人更为严苛的言行审视吗？当男性艺人直爽被赞为真性情，女性艺人的同样特质却容易被贴上没教养的标签；当男性艺人强势被看作领导力，女性艺人的主动争取却可能被解读为霸道。在瞬息万变的舆论场中，顶流艺人该如何有效管理自己的路人缘？是靠更谨慎的言行、更高效的公关、更健康的粉丝引导，还是接受黑红也是流量的一部分？白鹿的困境给出了部分答案。法律维权可以打击造谣者，但无法修复受损的形象；作品热度可以维持商业价值，但无法扭转公众观感；粉丝支持可以提供声量，但无法改变路人印象。或许真正的出路在于重新定义顶流的内涵。流量可以带来关注，但只有专业能力、职业素养、人格魅力共同构建的口碑，才能在舆论风暴中屹立不倒。当一位艺人不再仅仅依赖人设，而是用作品说话，用实力证明，用时间沉淀，
那些围绕言行的争议才会逐渐褪色，取而代之的是对专业能力的认可。白鹿的2026年还未结束，莫离的热播为他提供了新的舞台，维权行动为他争取了法律正义。但在这场关于顶流生存法则的大考中，他还需要回答更多问题：如何在保持真我的同时学会分寸？如何在捍卫权利的同时赢得人心？如何在流量为王的环境中坚守本心？这不仅是白鹿团队的课题，也是所有身处顶流之位者的共同生存困境。当聚光灯亮到刺眼，当话筒递到嘴边，当千万双眼睛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，你准备好成为那个无可指摘的完美偶像了吗？还是说，你选择成为有瑕疵但真实的自己，然后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？你认为这一连串负面是有人刻意黑他，还是自身言行确有不当？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娱乐圈对女性艺人更为严苛的言行审视吗？